問：提到現代空戰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？是不是戰鬥機劃破長空，拉出帥氣的渦流，飛行員瀟灑一推桿，導彈嗖的一下飛出去，對面直接灰飛煙滅，帥的那叫一個慘絕人寰。很多外網軍迷包括很多自媒體，天天就在給大家灌輸這套劇本，仿佛空戰就是2架頂級戰機高空單挑，誰的發動機推力大，誰的隱身圖層更牛逼，誰就可以橫着稱霸天空。但是當我完整看完央視重磅紀錄片《智勝》第4集《通天利劍》之後，我直接被狠狠地上了一課。真實的大國空戰根本不是武俠小說裡的高手比武，2個大俠拔剑对砍。現實戰場畫風經常是這樣的，耳機裡邊噪音炸耳朵，屏幕滿是雪花干擾，呲呲呲呲的。指揮艙裡面嘶吼着，報告指揮長，低威胁洞2附近突然冒出高威脅信號，趕緊規避。很多人以為美軍真正忌惮我們的是歼220飛得有多快，機動性有多炸裂，錯了。真正讓對手頭皮發麻，從來不是某一架單機，而是我們一整套完整的空天作戰體系。一架光鮮的歼220背後站着一整個看不見的龐大軍團，有預警机裡邊盯着屏幕熬大夜的戰勤人員，有昆仑山頂在零下20多度跟死神掰手腕的雷達兵，還有戈壁灘黑眼圈比熊猫還重的空軍算法工程師。孙子兵法講，兵之勝在於和。什麼叫和呀？不是单一兵器独步天下，而是万千力量拧成一股拳头。易经师卦開篇就講师出以律，打仗最重要的是整套體系的秩序、情報調度，而不是單一倚仗某一件神兵利器。本期視頻咱們聊一聊什麼叫空天一體，攻防兼備，什麼叫體系制勝，為什麼說只堆先进戰機根本打不贏現代戰爭。我是白房大招，歡迎来到老友记。很多人看軍事内容最喜歡当裝備黨，拿到參數表就開始瘋狂對比，雷達探測距離多少，導彈射程多少，飛機最大過載多少，仿佛紙面數據越好看，上了戰場就越穩。這種想法古往今來無數軍隊都踩過大坑。道德經裡邊有一句話講得特別通透，禍莫大於輕敵。什麼叫輕敵？迷信器物之強，忽略戰場的複雜變化，就是最大的輕敵。智勝裡邊就把這個血淋淋的教訓拍出來了。演習对抗，藍軍玩了一手經典詭計，一高一低雙機編隊前出，高威脅目標佯裝掉頭撤退，剩下一個人看起來人畜無害的低威脅目標在前邊晃悠。我方戰情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回轉的高危目標，對剩下這架飛機放鬆警惕。但萬萬沒想到，這個看似低威脅的目標旁邊突然殺出來真正的殺手，對手直接衝到預警機頭頂，耀武揚威飛過去。我方戰機直接陷入不可逃逸區。這一仗我們輸得刻骨銘心。說實話，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特別震撼。這不是演戲擺拍，這是真實的空軍演訓復盤。預警機號稱空中大腦，我們有殲20、殲16、殲10C 一堆好飛機，硬件全部在線，為什麼會吃大虧？答案特別扎心，致信息全丟了，再好的裝備也發揮不出半分威力。現代戰爭勝負的第一要素不是誰炮更狠，而是誰看得清、判得準。屏幕上邊一個小小的誤判，一個信號的疏忽，現實中代價就是戰友的生命。片兒裡那句台詞讓人印象深刻，戰場永遠不會按照你想象的劇本去发展。很多外网網友天天在油管評論區吵來吵去，拿 F-22、F-35 對比，殲20比來比去，比的全部是單機性能。可他們選擇性忽略一件歷史事實，當年貝卡谷地空戰，敘利亞手中的導彈裝備並不差，但是以色列依靠完整情報、預警、電子干擾體系，短短6分鐘，19個導彈陣地直接灰飛煙滅。裝備再好，看不見敵人，就只能被動挨打。海灣戰爭同樣如此，伊拉克手中並不缺少先進裝備，可整套防空指揮體系被癱瘓之後，再強悍的武器全部變成了擺設。五子兵法有云：夫總文武者，軍之將也。放到今天就是整個空軍體系就是這個總文武的大將軍。殲20這類隱身戰機是個什麼角色？片子裡邊旅長說的非常直白，隱身戰機是刺客，不是角鬥士。刺客不是衝上去跟對手硬拼刺刀的，而是依靠整個體系給你的情報支撐，穿透敵方的防空網，指導要害節點。很多人誤解隱身戰機覺得隱身就是衝上去亂殺，錯了。刺客最需要的就是後方源源不斷的情報。
你不知道敵人在哪，就算你一身绝世武功，衝進包圍圈也是送人頭。殲20這把鋒利的匕首，它刀柄握在誰的手裡？握在预警机的空中戰情手裡，握在千里之外高原雷达站的官兵手裡，握在戈壁灘敲代碼的科研人員手裡。這就是絕大多數普通觀眾看不到的地方。大家呀都盯着閃閃發光的刀尖，卻很少去看托住刀尖的那一整只手。講完雲端之上，咱們把鏡頭往下拉，來到這被稱為生命禁區的喀拉昆崙。這裡啊終年積雪，氧氣稀薄，狂風刮過來跟拿着電捲往臉上削沒什麼區別。氣溫零下20多度，普通人站幾分鐘都夠嗆。但是啊，就有這麼一群雷達兵，扎根在荒無人烟的山頂，24小時全天候待命，守着祖國空天的千里眼。你以為他们的工作就是坐在房间裡吹着空調看屏幕？想多了。通信一旦中斷，裝備一出故障，就要頂着高原反應，迎着刺骨寒風出去搶修。高原反應上來，喘一口氣兒都費勁，走路啊都要彎腰壓低重心，一步一步慢慢挪。搶修雷達就是跟死神賽跑，多搶回来1秒，祖國的空天防線就多一分保障。彎下去的是戰士的身軀，立起來的是萬里長空的屏障。片兒裡邊老兵傅海波18年軍旅生涯8次上山駐防，這是他最後一次駐守昆崙。滿眼望去啊，就是黃色荒山、藍色天空、皚皚白雪。青春呀，就獻給這片苦寒之地。堅守跟告別是他們早已習慣的日常。輪換街防，無人機升起5星紅旗，在蒼茫高原之上，那一抹紅色就是最耀眼的光芒。一句啊清澈的愛，只為中國，不是網絡上的熱血口號，就是這群人日復一日真實的人生寫照。很多人會說，現在衛星滿天飛，為什麼還需要人死守在這種鳥不拉屎的山頂？這就是又一個普通人巨大的認識誤區。衛星呀有過境周期，有干擾，有盲區，國土有防，不能有1分1秒的空白，總要有一批人扎根在最艱苦的地方，守住別人看不見的防線。道德經講，故抗兵相若，哀者勝矣。什麼叫哀兵？不是說我們要悲情，是心懷敬畏，知道戰爭的殘酷，不炫耀武力，不輕視對手，願意默默付出，守住每一寸防線。高原雷達兵沒有驚天動地的高光鏡頭，不會駕駛戰機呼嘯長空，但是只要他們的雷達多盯住1寸空域，天上的飛行員就多一分底氣。說到這兒，很多朋友已經明白，現代空戰天上的飛機、地面的雷達是整套體系的眼睛跟耳朵。但是到這兒還遠遠沒有結束。智勝第4集還給我們拋出一個很多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角色——戈壁灘上的空軍碼農。你沒有聽錯，今天的大國空戰，程序員已經深度參戰。現在我們空軍大集群全要素演訓已經成為常態，幾百個空中目標，幾十支不同編隊，火力怎麼分配，攻擊波次怎麼銜接，哪些目標優先打，哪些目標放後，空防路線怎麼規劃。如果依靠傳統人工參謀團隊拿紙筆來推演，算到天荒地老都算不明白。戰場瞬息萬變，等你算完，仗都打完。於是就誕生了這套智能作戰規劃打擊系統，用算法定義裝備，用算法定義戰場。但是這套系統的研發並不是一路開掛爽文劇本。測試的時候核心模塊性能不達標，演習任務需求還直接翻倍，整個團隊直接被難題拍在地上。研發人員1個禮拜幾乎沒有合眼，腦子停不下來，心臟砰砰狂跳。研發負責人講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：打仗的時候不能當逃兵，做這套系統同樣不能當逃兵。熬過無數個通宵，熬過一次次失敗，最後實彈測試全部命中。在大規模演習當中上百個戰術單元依靠這套系統調度，協同打擊做到分秒不差，真正實現了紀錄片所講體系秒殺。0和1組成的代碼在大漠戈壁化作看不見的無形利刃，這是個什麼？這就是新時代的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。古人的謀士靠沙盤推演，今天我們的謀士靠代碼，靠算法。說到這兒，我來給大家梳理一個核心痛點，也是很多軍迷外網觀眾普遍踩進去的思維陷阱。痛點是什麼呢？絕大多數人評判一支空軍習慣單點思維，盯着單一裝備，拿參數橫向對比，誰的飛機數據好看，誰就天下無敵。這種思維就如同古代打仗，只比拼武將單挑厲不厲害，完全無視後勤、情報、調度、斥候、指揮體系。咱們看《左傳》，
看歷代兵書，華夏老祖宗打仗從來都不是迷信單一猛將。六韜反覆強調，凡兵之道，莫要於一，一者獨來獨往。這兒的一不是一件武器，而是全軍上下信息相通，行動統一，整套體系融為一體。如果體系殘缺，就算你手握幾件絕世神兵，依舊會被對手找到破绽，狠狠打擊。回到咱们的紀錄片片子裡邊有一塊永遠不會摘下來的恥辱警示牌，部隊專門把失利的教訓留下來，時刻敲打所有人。旅長說一句非常實在的話：失敗是成功之母，但是你不能天天失敗，你要成功，你要帶着兄弟們平安回来。這句話真正值得我們反復回味。有了最好的国之重器，不等於高枕無憂，武器是冰冷的，人才是整個體系的靈魂。就算你手握歼20這種頂級隱身戰機，如果指揮員跟飛行員自稱驕傲，覺得五代機天下無敵，輕視對手的詭計，一樣會吃大虧。智勝這部片子最可貴的地方，就是敢於把失敗、把吃虧、把失誤完完整整拍出来。我們不是天生的無敵，我們是在一次次吃虧復盤、一次次絕境磨礪當中，硬生生磨出來一支戰略空軍。這兒再給大家講清楚一個概念。什麼叫歷史性邁入戰略空軍門檻？戰略空軍不等於擁有一大堆先進戰鬥機，戰略空軍是高原的雷達站守得住，預警機在空中看得懂複雜電磁戰場，飛行員從單純戰鬥員向指揮員蛻變，科研人員能用算法把成千上百個作戰單元捏合成整體，天上地面戈壁雪域無數崗位環環相扣，缺一不可，空天一體，攻防兼備，8個大字兒。背後是千千萬萬普通人默默的托舉。很多海外網友一直搞不懂一件事兒：為什麼同樣一款先進戰機放到不同的國家手裡，打出來的效果天差地別？同樣的裝備在別人手上可能就是昂貴的擺設，放到我們的手上就能釋放出十足的戰鬥力。差距就是這套完整閉環的作戰體系在人與裝備的深度融合。那講到這兒，問題就來了。看完這部紀錄片，對我們普通人有什麼現實的啟發？這就是大釗又給大家獻上的解決方案。跳出軍事，聊底層邏輯。第一點，拒絕單點崇拜，看待任何事物要看完整系統，不要只盯着亮眼的單點。不管是看軍事、看商業、看個人成長，不要迷信單一王牌。一個人再猛，脫離團隊體系，很多時候也寸步難行。一把锋利的刀，如果沒有眼睛去發現敵人，沒有手去握持它，刀本身就沒有任何價值。第二點，正視失敗，知恥而後勇。片子裡邊無論是預警機戰情吃癟、智能系統測試翻車、演習對抗失利，全部沒有回避，把恥辱牌留在那兒，時刻警醒自己。老子講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從來不犯錯，而是犯錯之後敢於復盤，敢於修正，絕境當中含淚奔跑。第三點，看得見台前光芒，也要看得見幕後無名的奉獻。大家刷短視頻很容易被高光畫面吸引，戰機呼嘯，導彈發射，熱血沸騰。但是請記得，這每一份高光背後都有無數看不見的崗位在托底。昆崙山上凍得瑟瑟發抖的雷達兵，預警機後艙熬紅雙眼的戰情，戈壁灘熬大夜寫代碼的科研人員，沒有他們就沒有藍天之上的萬丈鋒芒。易經乾卦講，君子終日乾乾，息惕若厲，無咎。什麼意思？時時刻刻保持警惕，永遠不要覺得自己已經天下無敌。我們擁有了一流的戰機，擁有強大的硬件，但是真正的底氣是我們這支隊伍時刻清醒的頭腦，是一心謀打贏的態度。回到開篇那個問題，美軍真正忌憚我們什麼？不是單一某一架飛機的紙面參數，他們忌憚是我們完整閉環的空天體系，忌憚高原之上有人甘於扎根生命禁區，忌憚雲端之上戰情人員可以從一片電磁迷霧裡捕捉微弱的戰機，忌憚我們能把上百個作戰單元用算法調度到分秒不差，忌憚我們一代代軍人敢於直面失敗，含淚奔跑，一心謀打贏。片子裡邊有一組靈魂拷問，讓人一直銘記在心。鳳飛之路上，比高原更高的是什麼？比荒漠戈壁更廣的是什麼？比海更遠的是什麼？比天空更深邃的是什麼？答案是人的意志，是整個民族守護家國的信念。古人講，積土而為山，積水而為海，
真正強大的力量，從來不是某一個人的经驗一击，而是千萬人朝着同一個方向努力，把無數微小的力量匯聚成不可撼動的山河。這就是為什麼《制勝》這部紀錄片最震撼人的地方。它沒有只告訴你我們有什麼，它更告訴你我們如何成為今天的我们。我是白方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